哟，我是永琪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1年 YouTube 成功必备9个重点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网络创业、网络赚钱、YouTube 频道运营的方法及经验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，请你务必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各种赚钱的方法及机会。在影片下半段，我会分享很多干货来协助大家 YouTube 创业成功，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不然非常可惜的。前几天有一位非常知名的100万级 YouTuber 分享一则影片，主题是台湾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，正在成为传统媒体的新媒体。内容有详细说明了几个领域的 YouTuber 在2021年会面临到的困境。影片内容截取重点在下面说明一下。开箱类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，3C、游戏主机、彩妆、玩具、超跑等等类别。第一点，购买开箱物品的资本不足。我也很想做开箱类频道，但是我的资本就是不足。第二点，拿到产品的时间点落后大型频道。很多大型频道在发售日前已经拿到媒体展示机，在 NDA 解禁日一过，影片就可以马上上传。第三点，同一个产品，观众愿意看的影片次数有限，2到3支影片就饱和了。美食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吃美食极度烧钱；第二点，没有天赋，食量不够大；第三点，暴饮暴食，非常伤身体；第四点，料理影片对摄影器材要求高；第五点，料理影片没有露脸，影片容易被搬运；第六点，一般料理太多人拍，高贵料理不给进店内拍。9里面有提到过说他想要进去米其林餐厅拍摄，但是被拒绝了。连100万级 YouTuber 就很难进去拍，何况是我们一般人呢？旅游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2020年疫情影响不能出国，导致今年题材大幅度重复；第二点，旅游极度烧钱；第三点，Vlog 影片极度吃个人特质；第四点，素人极难取得独家素材，明星已投入 Vlog， 例如萧敬腾、邓紫棋。戏剧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人员器材极度烧钱；第二点，极度烧创意。一个好的脚本要写好几个月，但是 YouTube 要求1个月要6到8支影片。第三点，在网络上看短剧的风潮已过。第四点，3D 戏剧台有 YouTube 频道，所以一般戏剧 YouTuber 很难拼得过电视台。就没有提到打不赢就加入他，所以他有去3D 电视台参演。二整自虐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一般二整梗99%已经被拍过，而且还拍得比新人好；第二点，要有天赋，开着灯要能熟睡；第三点，如果是假二整，会有被揭穿的可能性，人设崩坏，频道垮掉；第四点，如果是真的二整，那心理一定不健康；第五点，观众成瘾，尺度只能越来越大。怪谈悬案外星人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讲不赢老高；第二点，你老婆不是小莫；第三点，悬案数量少，很难找到没被讲过的题材；第四点，容易黄标，因为像遇到柯南跟金田一一样，很容易有人阵亡。第五点，业配数量少。第六点，要面临海外华语频道的竞争。宠物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：第一点，正义魔人很多，会管你怎么照顾宠物；第二点，接了任何业配都会被说靠宠物敛财。除了以上各类型 YouTuber 所面临的困境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的 YouTube 频道主题是什么呢？请留言告诉我呗。接下来再提 YouTuber 共同会面临到的困难。第一点， YouTube 市场饱和问题。根据2018年11月访谈 YouTube 大中华区策略合作伙伴协理林一兰说，在我们访谈这1分钟，全球大概有500小时的影片内容上传到 YouTube， 换算下来相当于每小时产生3万小时的内容，或者是每天产生72万小时的内容。72万小时的内容大约要82年才能看完。资本主义的护城河：一、精进器材，相机、镜头要几十万 ，A7S3 空机1台10万台币。开箱、旅游、戏剧、美食非常花钱，即使话题本身不花钱，摄影器材也非常花钱。在频道收益之前的空转期也要花钱。Solo Team 要维持1个月8更，又要有正职工作，几乎不可能。二、新媒体正在成为传统媒体，精致化。精致化的优势：一、与其他频道差异化，增加自己不可取代性；二、培养观众固定收看的习惯，保底流量；三、YouTube 演算法喜欢推固定节目的其他集数；三、
传统媒体正在成为新媒体，各大电视台已经创立 YouTube 频道。1个月前，中天新闻订阅人数还在1000以下，现在来看已经快破240万订阅人数了。3、订阅无效化，很少人会从订阅频道栏目去看影片。YouTube 演算法推送影片很准，光是 YouTube 首页的影片就足以消耗观众全部的时间。现代人很懒，很少会去点订阅频道这个栏目。都市传说，打开小铃铛 ，YouTube 也不会通知观众。根据我的了解 ，YouTube 页面没有重新整理，就不会有新的通知。当社群媒体大到一定程度，订阅无效化就是必然。FB、YouTube、Instagram 都有这个问题。4、中国网红外溢，中国市场可能随时需要你表态，你只能择其一，放弃另一块，看你是要当黄安还是馆长。然而，中国网红在 YouTube 市场没有这种困境。说了这么多困境，那要怎么解决呢？在影片下半段，我也要分享很多干货，帮助你 YouTube 创业成功，千万别走开哦，不然非常可惜的。首先，针对 YouTube 市场已经饱和话题，某一些人主张 YouTube 市场已经饱和。关于这个想法，我的观察结果是 YouTube 市场的某一些领域即将饱和，但大多数领域又未饱和。像影片前半段所提到的领域，开箱、旅游、美食、戏剧、自虐、恶整、悬案、怪谈、外星人、宠物等等，这些已经即将饱和。那么还有哪些市场是尚未饱和的呢？在荧幕面前的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说你们的兴趣或专长吗？目前观察到的几个领域，实验系、手作系是相对比较少人在做的领域。还有上面所提及你的兴趣或专长，如果在 YouTube 上搜索影片量比较少的话，恭喜你找到一个可以拓展的领域。YouTube 是一个广告公司，想当然了，涉及违法或暴力的主题是不被允许的。第二，资本主义的护城河。2020年，台湾前10名素人 YouTuber 大蛇丸，他用的设备就很一般，但是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，他创造出了85万的粉丝。只要你有创意及内容，有专属的个人特色，在目前智慧型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，只要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用旗舰型手机完全可以满足拍摄影片的需求。第3，订阅无效化，这对 YouTube 新手没有很大的问题。只要持续更新，做好 SEO， 让 YouTube 推送给你的观众。关于 SEO 的基础，请看我之前的影片。第4，中国网红外溢。中国网红的主要战场是在中国14亿人口的媒体平台，外溢情形并不严重，对于我们其他国家的 YouTuber 影响并不大。接下来分享我的建议 ，YouTuber 成功必备9个重点。频道初期目标：1. 要有你的个人特质； 2. 不管你做什么内容，一定要有娱乐性； 3. 要有人性、同理心； 4. 带给观众共鸣。简单说，就是做观众想要看的内容。5. 免费分享知识。频道中阶目标：1. 让观众有更好的观赏体验； 2. 提升画质至 4K 画质； 3. 收音品质提升至广播频道的水准； 4. 换一个更帅更美的频道主。这是开玩笑的，最好能增加一个拍档，以增加频道内容的多样性。总结一下，目前网络时代，各种产业、商业模式、实体市场已经饱和，但还是很多人在进行实体创业。短短一条街，卖吃的店家、卖饮料的店家、服饰店，相同性质的店家就有4、5家。实体产业的竞争就是这么激烈，更何况开一家产业的成本非常的高，究竟要多久才能损1、2瓶呢？根据我之前的朋友创业的经验，至少都要半年以上。网络创业、YouTube 创业，我不会说是零成本创业，但是跟实体产业创业来比较，绝对是9牛1毛。最大的成本就是你的机会成本，也就是你没有出去赚钱的损失。目前人人手上都有一只智慧型手机，这造成观看网络媒体的时间比看传统媒体的时间还要多。这在一般公司、广告公司还有传统媒体都看到了，所以传统媒体还急着跳进 YouTube 市场，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一般人就比不过传统媒体。这在2、3年前就可以知道 YouTube 之所以热门，是因为说有各式各样的内容创作者产出富有个人特色的影片，有些是不受框架的表演形式，有些是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教学，还有一些是平常不能公开的秘密。所以网络创业 YouTube 创业是前几年的时代红利，也是未来10年的红利产业。我现在看到很多 YouTube 成功赚大钱，年收入100万美金，很是羡慕。仔细研究发现，这些人都是前2年才在
YouTube 创业，现在去做 YouTube， 或许你只是损失了时间，但是你获得了成功的机会，还学会了热门的技能及知识。可是你现在不去做，在未来你会后悔错过了时代红利，就像我现在后悔前2年没有投入 YouTube 产业一样。迈入成功的第一步就是立即行动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做而言不如起而行。让我们一起成为 YouTuber， 成功赚大钱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今天我所建议的9点汇整如上图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请给我一点鼓励，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。帮我点个赞，帮我分享，并且留言告诉我你目前还无法执行 YouTube 创业的困难点是什么。请你记得要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拜拜。